硬核低价藏不住，本节目由藏在微信里的同程旅行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玩转你我他，让我们乐在一起的可口可乐分享瓶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潘婷胶原泡蛋发膜赞助播出，一颗72小时弹韧亮，根源改善发质。万能的淘宝，淘到心头好。本节目由万能的淘宝赞助播出。妈呀！老板死掉了。基本上是人为善就不见了。我俩一模一样，我的和他的是一模一样。我也是和他一模一样。好，有区别。我们都是有编号的实验品。发现老板要杀我，反杀一下他，我要杀了他。一定要复仇。人为善会不会对管家有欲行不轨吗？人为善，害死了我爸。你们到底谁是凶手？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联系了我。啊？去哪搜？对，快，一边走一边说嘛。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说，我是 X， 我是 X。什么？然后呢？你们到底谁是凶手？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联系了我。你们搞什么？哦，等一下，等一下，怎么都给我发了？软奶是我，他应该知道我是谁了。一起玩玩吗？这样他一定知道是我。是我偷谁的吧？我感觉赫和宁里边有一个。对不起啊。好了。史上最乱。你真的当 X 的吗？所有人都联系了。你们搞什么？你们是谁？哦，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承认了啊。谁？他既然说了，我承认，我联系他了。我认为我是凶手，你肯定也认为你是凶手，你也认为你是凶手，你一定也认为你是凶手，我也认为，你也认为。所以我们5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杀死他的那个人。我们都实行了动手，我们都做了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给他个大嘴巴子，对，谁是最后让他死的那个人，就是凶手了。来搜吧，来，先搜吧，先去宴会厅。还有一个电脑没有打开，在201。我去拿过来。内部聊天系统，密码。神魂颠倒。神魂颠倒。密码错误。你来吧。来吧。神魂颠倒 ，Inrapt， 神魂颠倒英文 ，ENRAPT， 叫 ENR 第6。神魂颠倒开发计划，推前集团的绝密机密，2000年4月。OK， 那就知道了啊，ENRAPT 2000 OK。哎呦！搜索关键词，人为善，我们先搜人为善好不好？好。哦。没有关键词，还有什么关键词可以搜索？搜荧光男啊，荧光男是我们自己给他取，你搜凶手好了。
我的父亲住到一个岛上，研究能干细胞。搜我爹柯教授。哎呦，哎，柯教授真的有。我发现岛上的天牛以及海里的蚌皆有发育异常、形体超大的情况，经检测应该是我们的实验导致的副作用。人为善说哦，2005年就有这种情况了，不用管。若误食也会达到身体年轻态的效果，并有脏器衰竭的症状。身体年轻，然后脏器还要衰竭，这是怎么个长法呢？就是它提前消耗你了嘛。哦，还有吗？下一页，还有下一页。00发说：“老大出事了，刚刚柯教授下药把我们迷晕之后，偷偷跑出去了，在他手机里发现他给外面岛上发了定位和举报信息。”现在做掉它对能干细胞研究影响大吗？最新的能干细胞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了，最近都没有出现失忆和体重骤降。也就是你服用过这个东西，因为我每半年就会失忆一次。虽然它的技术比我们之前研究团队的要更好，打破了之前研究出的不老泉5到10年就会脏器衰退的副作用，但是被他发现了我们的秘密，那也留不得了，赶紧动手吧！老大办好了，我已经给他灌了慢性毒药，他活不长的。通知所有人集合，这个岛和这批实验体也留不得了。哦，所以知道了这个信息之后，我的管家才会给我那个假身份让我走。6年前，我的管家突然递给我一张信息表，让我去按照这个身份去生活，我就一头雾水。如果有人看过这个电脑，那一定是你。因为你的家乡是2000年被他们占为己有的。2000年开始，这个岛将要把老弱病残全部扔进海里。他霸占了你的家乡。好，你现在有点露出马脚了。这是马脚吗？如果你觉得这就是马脚，那我就得拍你的马屁了，拍你的马屁了。第一类名册 B8864照亮了，你也有编号。C8745。哎，搜我们俩那个编号呢？你是多少 B8864。我在这儿搜的编号 B8864。你好厉害啊 B8864，哎，只有我还活着。已编入 C 类实验品。C 类是什么意思呢？白的是多少编号呢C8745。8745。有出现失忆症状，需尽快找到并处死。哦，身体发出荧光，体重急速下降。这是我管家，这是我管家。牛大。这个人40岁，40岁他不见了，2019年12月失踪。叫什么 CA7749吗？荧光人。哦，牛大和另一个荧光人。所以他看到2个，有一个是女的。荧光人。我们都是有编号的实验品，奇迹编号 CA7749。奇。是的，就是他。这你媳妇儿，也就是我媳妇儿还活着的。我媳妇儿是80年生，她竟然活着，干嘛不直接进来呢？与她相认。他一定有理由做不到。我觉得就是你妻子，一个是我父亲，一个你妻子。CA7749吗？姓名奇迹。
等一下，那你再搜一下 A7749。哦，对他当过 A， 看他什么时候来的。哦。住。生了好多孩子，我的妈呀！天哪！第6。是我。是你。第6你是他。啊？你是我媳妇儿跟别人生的孩子。对。找我媳妇儿找了19年。你爸是人？你爸是人吗？你俩是同母异父的。我俩是同母同父的。不同父。她是我姑娘，你是任为善姑娘。姑娘。那小的，不是儿子。哦，对，同母异父。奇迹的基因真的很好。你看，女儿是这个，儿子是这个。哎，看一下这个备注，看一下备注是什么？实验管理守则。A 是黑市、诱拐、非常规途径获取的女人，基因、身体素质优秀。作用是用于繁衍后代，提供与人为善相同血型和基因的子女作为人为善，反年轻的耗材库。管理方式 B 是弃婴塔，就我被扔的那地儿。作用是用于提取能干细胞进行各种实验的研究体。C 是黑市、诱拐、非常规途径获取的老中青年。D 是定向繁衍的子女，用于提取能干细胞为人为善进行注册，建立个人专属亲子库。所以他不是就是生孩子，他就是让他保年轻的。对。2000年4月，神魂颠倒开发计划，清除无价值原住民，严格囚禁管理年轻健康的青壮年人群。我的父亲住到一个岛上研究能干细胞，他告诉我这个岛上其实是在进行一些非法的实验研究。我管家变成了试验的失败的对象。我们都是有编号的实验品。作为人为善反年轻的耗材库，为了让这些人长生不老，他们会从我们身上抽东西，让他们可以长生不老。都死了。明白？他该死，他真该死。哎，这有一个尸检报告。尸检报告。人为善男60岁，经过精密检测并排除外在环境的影响，可以确定死亡时间段为2025年3月14日11点到12点之前。头部遭到重击导致颅内出血致死。等一下，先看一个时间，11点到12点，那我们都有不在场证明啊。我们3个都是看着他一直在房间里待着，他们2个看的是提前走的吗？他提前走的话，就符合他死亡时间。是的。我们也在，你们就是有一个问题是，他走了，但我们俩在这给你们打扑克呢，咱们打1宿照拍照呢。11点20，然后转头一看，人为善就不见了。我们5个又吃了40分钟，就一起回去了。哎，等一下，写一下，好混乱。那个，我那本儿，那这样，谢谢。除非他才是凶手，他才是凶手。谁？我？因为你11点20出去了，立刻做凶。你是凶手，只有你有作案时间。推他会杀人吗？好恶耶！搞了半天，5个人推他，然后是我，你们5个是推他，然后我是凶手。好，说明我们的时间不对。
肯定不能是这样的，怎么可能？那就是咱们的时间有问题。时间有问题。我不可能杀他。为什么？就是我知道他要杀我，因为他知道我要灭我口。那我不去杀他，我不是跑了不就好了吗？因为他害了你前半辈子，害了你女朋友啊。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我每半年失忆一回。等一下，那我问你啊，你没有杀人，你为什么要联系他呢？你已经认定他是 X 了，所以一定有是你怎么杀了他那部分。你现在觉得没有嫌疑，你把那段说出来，好，我们帮你排掉。好，好啊，你说你怎么杀的？你杀他的过程是什么？杀他的过程就是，你说呀，你说呀。我觉得我们就玩一把大胆的，你确认你不是凶手，你就把那段说出来，你先抛砖引玉，对吧？你让我们听听你的杀人手法是怎样的。你跳一把。不是，你不能说，因为现在是一个不能戳破的窗户纸，因为现在此时此刻说了，不知道谁真谁假，不知道谁真谁假。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关键，他现在致死的死因已经出来了，被重击过。所以如果你的杀人手法是下毒，或者是勒死他，我告诉你，这5个人都是重击。对，他说重击之后，没有人跳出来说，哎，我是给他下毒啊。这人被砸了5次，每个人进房间给他挨了一下，看是被谁击的那一下给击死的。不，但是有一个问题，绝对不是挨了5下就梆梆梆，第1下没死，第2下没死，第3下没死，第5下才死，你明白吗？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咱们还得再找什么东西。好。哦，等一下，这是我们昨天吃的，吃剩下来的。1、2、3、4、5、6、7碗，哦，也就证明昨天那个人确实是来过，跟我们一块吃了饭，不是我们的幻觉，这已经可以确认了。是的。等一下，我刚捡了2张照片，这有个拍立得，它上面有时间，一个是22点30，我们大家都是30来的吗？一个是23点20，这个是8走的时间。等一下，来的时间茶是满的，到8走茶只剩下这点。兄弟们，找到一个香氛机说明书。香氛机需通电使用，每30分钟消耗1格香氛液。仔细看看香氛机。哎，香氛机。哦。死亡时间段11点到12点之前。那我们都有不在场证明啊，咱们的时间有问题。来的时间茶是满的，到8走茶只剩下这点。每30分钟消耗1格香氛液。这个就是来算时间的。哦，明白了，这个刻度是一个格是半个小时。第1张照片是满格的，也就是10点半开始的，那就往下算嘛。到这是11点、11点半、12点、12点半。但是你12点断了电，大概是12点里边的所有的电闸接口被我关掉了，需通电使用。他怎么再走的那一个？是的，现在这是个疑问。是的。就是我们在这里度过的时间，可能未必是实际的时间，会不会是这样？应该是他走了之后，时间开始不对了，错乱了。水壶的时间才是准的，我们记的时间是不准的。是的。
我们脑海里面的记忆点就是40分钟，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差别？这是一个疑点。那我们怎么盘这个时间呢？我们把时间线先捋一下。侦探，我帮你写。我们现在能确定死亡时间是在晚上11点到11点59之间。啊，对。 0点离开是吧？这是我们的口供，这是我们的口供时间。然后香氛时间，香氛时间是10点半开始，12点半。白、金、柯是看到人一直在，对，咱们走了他还在。然后贺和宁是看到老板和八差不多一个时间消失。对，一回头不就没了吗？ 哎，等一下，时间线是确定的吗？这个死亡时间一定是确定的，死亡时间是确定的，然后通过香薰这个也一定是确定的。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有幻觉？对，没错。首先2个疑点，第一个疑点是我们那个出现幻觉这个时间，这是一个大疑点。对。 第2个疑点，如果是这个死亡时间和这个香氛的我们离开进来的固定时间，那是我们一个都没有嫌疑了。对啊，对，所以说这个绝对是存在问题的。香薰的时间一定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个客观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有贺跟宁能作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线都是彼此能作证的，对不对？啊，那我们是几点走的？我们是一起12点半走的。 这个时候，这个老板我们的口供是他还在，对，你们俩的是他不在了。也就是说，这个人死亡时间唯一能不在这个宴会的时候，只有你们2个满足。你明白这意思吗？但他们俩没有不在呀。我跟你在打扑克，你怎么为什么老忘这个问题？人虽然不在了，但是你看到我们在啊。哦，对。 那我想问，如果人一定确定是12点死的哈，我就可以大胆的说一些我的信息。啊，说。我应该是在12点45分的时候动的手。你干嘛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跟我，如果有人跟我的话，我就改。我也是，我在12点半以后才动的手。 我也是12点半以后。等一下，哎，你们的回忆是什么？我的回忆是这样的：我们走出去之后，等一下，确定现在要说这个吗？就说这一点吧。没有办法了，只能拿这个牌了。得说了，因为停滞了。OK。他既然开头了，我们就说。是这样。 我的回忆是这样的：我们回去了之后，过了15分钟，我越想越气，决定回去。我1点，你是1点，过了30分钟后，你越想越气。Yeah。OK， 还有谁？下一个。我是40分钟，我是20分钟，我是5分钟。我们排这个时间有什么意义呢？他死亡时间11点到12点啊。 等一下，如果是这个时间是真的，他是死在这个时间，所以我们杀的要么是死掉的人为善，或者不是人为善。还有个问题，那你们都是在哪儿杀的他？对，这就是下面的话题。来，你先说，你说。门前的小花园。小花园。坐在椅子上，我拿着花盆重击，然后就给他击了。不是，你们杀完人把尸体放哪儿了？我直接撇了。 撇在哪里？撇在河里。哦，你撇的河里是吧？撇在河里啊。好，来，你说。我是在河边打晕他的。哪个河边？就是发现尸体的河边。这铁门外面。没错，铁门外面。用什么杀的？闷棍啊。闷棍。对啊。呵。我在走廊2楼走廊。呵，你用什么杀的？我用重物。OK， 我是在这里杀的。 那哪？宴会厅。宴会厅。你用的是个瓶子。我是在他的房间，他坐在沙发上，我拿东西砸了他，然后把他拖到衣柜里锁上。然后我用的是一个重物摆件儿。不是，他的尸体怎么会动啊？怎么死的到处都是？这是一个到处。
OK， 赃物。哦，对，你的凶器。凶器。花盆哪去了？我先问你。埋了。埋在哪了？埋在树下。埋在树下没关系，一会儿我们去找。你的棍埋在哪？我的棍儿吧。啊，你的棍儿，我树下呀。你俩埋在一个地方。反正我埋在树下了。你放在哪儿？我在汽车轮胎下边。你在哪儿？我在红色秋千下面。咱俩在一个地方。我在秋千下面。我起鸡皮疙瘩了。哇，那所以单独那个在汽车轮胎上的那个人，他是单独在一个地方。我咋是单独在一个地方了？他现在已经有点开始装懵了。我在秋千旁的汽车轮胎下边，可以了吧？可以，咱先让他搅一遍。你们这锁的无缘无故的。先不锁，我们先不锁，我们是不是要去挖凶器了？挖一下。没有挖出来的，就是幻觉；挖出来真正存在凶器的，就是凶手，有可能。8、9不离10。我确认我不是幻觉。我也确认不是幻觉，人傻的时候都不会说自己是傻，是这个意思。我可不傻。走去。我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卡住了，因为你已经知道真凶是谁，你在帮他玩了。你是好人，你不是这个状态吧？说你们一直在讨论，你们在说你们在哪杀的，我怎么知道你们在哪杀的？你想多了，他是没有任何线索的。不是，他5个人给他发了消息，因为所有人都联系他了，他也得推出来那个人是谁。对啊，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是凶手，我现在跟你一样。你们每个人都说你们是凶手。今天这个是个自首游戏啊。金姐好可爱，你每次想要说又不敢说那个样子，好可爱。来吧，各位凶手们，今天真的都是凶手了。不是，你们干嘛呢？有没有认真调查呀？那又是谁呀？所以你们看到的是这个假人儿。是这样啊，刚才啊，我让我的这个手下在河边巡逻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我就让他们给捞上来了。反正我看半天是没看出什么端倪，这样交给你们吧。好了，没问题，交给我们啊。行，那我们先撤。八哥，他。那个，我昨天跟他打架的事儿，我可没跟老板说啊，谁回去也别说啊，快撤。他没把你跟他打架的事儿跟老板说啊，他是008发。我知道，我昨儿知道他008发。还这个。谢谢。OK， 先挖东西。哎呀！我可以确定不是我了。为什么？我记忆中那个花盆里栽的是绿色的草，可现在那是一株红色的草。哦，大半夜的，你确定你看清楚颜色了吗？100%确认。等一下，这是什么？这不花盆吗？对啊。我以前花盆里栽的是一个绿色的。那这花盆谁放在这儿呢？我埋在这儿的。如果他看错了，是证明我们是不是被下了药？所以说我的是幻觉嘛？不是，你幻觉看错了，对吧？把红色看成绿色的幻觉吗？不是，你们两个在混淆这件事情。哎，我知道，我明白他说的意思。他其实在辩证自己，我懂了。好，来吧，你来。先看我的，我是在这儿，轮胎下边。那你自己去拿呀。怎么穿完礼服就不愿意蹲下了是吗？哦，这个重物，我的重物。盾牌。我用的重物。啊？因为我不敢挖了。哦，我这还有个手套。哦，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凶手。哈哈，好棒啊！哈哈，好棒啊！我没有放在这儿，我忘了我放哪儿了。我想不起来我放哪儿了。我忘了我放哪儿了。没有，但是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先给你挖出来，我先给你的挖出来。快挖！这什么东西啊？你用的是个瓶子。你这不行，你是个胶皮。我排掉了。啊！他这个也肯定杀不了人，他是个胶皮。但是不对，我确认我拿的是个坚硬的东西。没错，这对于你来说很坚硬了。公主，毕竟你的手这么……我是豌豆公主。对啊，到我了。快挖吧！在这儿，哎，等一下，被挖出来了。
我用的是重物摆件儿。不可能。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你秦谁赢了？恭喜！怎么样？哎，这是他的摆件。我杀人的凶器是这个。怎么？哎，这是你的。对，哇，闷棍啊！完了，老弟呀，锁胸了。对啊，老弟，你这一棍能打死5个人，不能，你这太趁手了吧？锁了，不是，啥也不说了，锁了。你杀人的时候，你拿的是这么大的木棍吗？他记得应该是一个木棍，可以手持的。对，其实我们的凶器和记忆当中都有偏差，其实逻辑上。他没有偏差，这是木棍，这叫木桩。天气有点冷，我们回去再说吧。把你们的凶器都带上。来了，还是你会心疼人。走吧，走吧。玩偶也可以带回去。来吧，来吧，直接拉这个就行了。哎，等，头掉了，头掉了。拿着我，拿着。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根本没有解开。你这怎么红了？哦，刚才他衣服上那个。这谁的衣服啊？哦，这谁衣服啊？不，刚那个手下给你的吗？还这个。谢谢。这是他在河里找到的死者的衣服。哦，我是人为善，推后浪让我来的。是死者的。对啊。在这儿吗？看怎么像油呢？不是，这一定血是不是在我身上吗？直接锁胸吗？不是，关键性线索。故意说这是血，这不是血。啊，这什么？我知道你一定会说，这不就是血吗？这一定血是不是在我身上吗？哎，什么？是什么？是我的一个线索。你的一个线索？你看这个里面，这是番茄酱。哦，你是拿这个指过去了？对，我用这个番茄酱杀的他。这是番茄酱？对。我不是过了15分钟，我回来杀他嘛。我在黑暗中看到他坐在那里，我就拿起了一个硬物，坚硬，我觉得很坚硬的东西去打他。我确认他没有呼吸了，然后呢，我就发现，哎呀，我怎么身上有番茄酱？我就怀疑我是不是用那个装番茄酱的玻璃瓶子砸死的他。但是我不能带着这些痕迹出去，所以我把他的衣服脱下来自己披着了，人为善的外套走了出去。走到不是那个有天井的地方吗？突然闪电，哗一下。把我照亮，我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我就匆匆下楼，走到河边，把这件衣服扔到了河里。你既然说这个，我也说一个。说。我出来，我在走廊上，我准备去砸他，我也遇到了闪电。然后我一回头，他在我后边，我就砸向他了。他在你后边？对，所以你刚刚说那个是不是我看到你了？啊？砸完了，他就死了，因为我太大力，他从窗户掉下去，掉到了天井里。你确认他死亡了吗？我确认死亡了，没呼吸了。下一个是到你，你看任为善是坐在门口是吧？坐在椅子上。你看到任为善坐在哪？我看到任为善在河边，然后我是在这2楼看到的他，我是爬上来的。你爬上来干嘛？音乐厅结束之后，我想回来干他。我就以为他还在这儿，一回来发现他不在了，看到他在河里捞东西，穿着他的灰色大衣。他在河里摸金鱼，我们是河里摸金鱼。啊，奇怪。好，继续说，他在河里面捞东西，我在岸上抄起一根跟我手臂差不多大小的木棍，跳进河里，啪一下把他打晕，确认他没有呼吸了，死在了河里，我就跳上了岸，离开了这儿。你这小臂。你的手臂很粗壮啊，平时有健身吗？我有这么粗壮？你2条胳膊加起来有这么长？你那个跟你小臂一样粗的就足够了呀。你非跟我抬这杠。那你呢？我是在他房间里。我是5分钟，在他的房间，他坐在沙发上。过了15分钟，我是在这里杀的。我是20分钟，我出来，我在走廊上。我1点，
门前的小花园，坐在椅子上。我是40分钟。他在河里面捞东西，我跳进河里，啪一下把他打晕。现在目前是这样的啊，如果他的死亡时间是11点到12点之间的话，我们所有的时间线都是在12点之后作案，也就意味着我们5个人都不可能作案，这是一定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说出来的杀人方式，全部都是没有假的，是我们幻觉产生的。这个假是哪个假呢？就是都不是至于他死亡的方式。对。所以我们现在要探索的那个点是，为什么我俩看到他走了，和你们3个人看到他没走？没错。我觉得你看看那个玩偶的口袋里有没有什么东西，翻它。哎，等一下，兜里有东西啊！兜里有东西。我要先看，对我有不利的东西，我马上把它吃掉。我马上把它吃掉。崔老板，您定制的警官人偶已在您指定的位置，公馆岸边的椅子上放好了。3月15日0点放在那儿了，0点放在那儿了。好，我排了，我1点。你是1点。门前的小花园，坐在椅子上，我拿着花盆重击，然后就给他击了。这不存在你排。我的地点一模一样啊！他早就在11点到12点之间把这个人杀了，然后配合我们一起做了这套迷迷糊糊的。就一定把我排了。你去那个公椅上面砸他的时间是12点半之后，对不对？对。这个人死亡时间是11点到11点59。我们本来就不可能再杀他。你现在无法证明在这个期间你没对这个人下手，你明白吗？是的。吓我一跳！荧光人。这是在神龙颠岛上管我那一个区的管家牛大，你还大牛？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不是坏人。有人在追我们，快躲，快躲，快躲！谢谢，谢谢。不要跟别人说我们在这里。干嘛？二老板，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2个荧光人呢？没有。确定吗？确定。确定。还有哪儿没搜过？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哎，但是他们几个的房间还没找。那愣着干嘛呀？去看看呢。哦，好，走去。好，他们走了，你们2人出来吧。走了，走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别谢谢，你说话，你俩是干嘛的？现在我觉得这个地方他们可能一会儿还要来，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里讨论，好不好？我们换一个别的地方。来，走吧，走。我们保护你们，不要怕，躲在我们身后。好。说说吧，你们是谁啊？这不是你爸牛大吗？谁爸？哦，你爸。我爸。是的，孩子。啊，抱歉让你看到我这样。孩子，这是你们旅行的机票。这些年，我通过同程旅行订了很多次的机票，每次点开微信服务，都可以很快速、很准确地订到酒店、机票和火车票，关键价格还特别划算，每一次出门都很省心。这些年，你们都跟我的轨迹相同，是不是梦想着我们可以同程出发，和我一起爱上世界的每一面？
这些年我们就是一直在跟着你。对的，你也跟着我，我们一起。你是奇迹吗？我是。哎，那我是宁接待，你认得我吗？有一天我就出门去打鱼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母女俩失踪了。接下来我余生都要来找我的媳妇儿和我的女儿这件事儿了。我认识你。好感动，我要哭了。当初女儿很小的时候，你的父母就把我们的女儿丢到了青樱岛。是。所以从那以后，我觉得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姓宁的，就因为暖暖是女娃，你爸妈就把她扔去弃婴塔。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是我父母擅自做主，把她扔到了这个弃婴塔，但其实不是我做的。但是你妈，我要哭了。我找了你，我找了你19年了，我找到头发都白了。你头发白是因为这个？当然。不是因为好看吗？不好看你也不能看上我当年。是。那我们当年结婚的时候，你唱了一首歌，你还记得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对，是这首。这19年一直没有忘了你，真的是。来给你介绍一下暖暖，来，这就是你妈。她是暖暖吗？没错，长这么大了，看她大个比你都高。不是，你背后左肩胛骨是的，有一个向日葵的胎记，对吗？是的。对。你真是暖暖。对。你真是暖暖。对。我一直在找你，当年我们被拐到那个神魂颠倒，你就不见了。我来吧。找到了！我们一家团聚了，今天开心开心开心。阿明还有一个儿子，对，同母异父的儿子。是，你是我在被拐入到神魂颠倒，被沦为生育工具的时候，生的其中一个孩子。所以这些年，我的爸爸妈妈才一直跟在我身边。我虽然说不是他的生父，胜似生父，对，但是我觉得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哪里有你的影子啊？不是，这位俏皮而美丽的小姐，不是。哦，这位俏皮而又美丽的小姐，这位俏皮而美丽的小姐，你是谁呀？是这样的，我们在大概21点，就是晚上9点的时候，我和奇迹去了任维善的这个办公室，然后我们要捏造一份假的信息，是奇迹的假的死亡报告。然后我们把它要撕碎了，放到垃圾箱里。也就是我找到那个是吧？对。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捏造假的死亡信息，就是要让你激起杀心。我死了。帮我们去杀掉任维善。任维善。然后我们在9点05分的时候，我们本来要离开办公室，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人过来，然后我们就没敢离开，我们就没有办法出去，所以我们就躲到了房间里。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反正是一个人影，特别也是很帅，是男生。人有多帅？我有点脸盲，我不知道身高我能辨别一下。你多高？不是你，好像不是你。9点05分，对，05分是他去的。我在回来的路上，发现了2个穿着斗篷、戴着面具的那2个人。
是他，是他。哦，好，是他。大概是这么矮的人，大概是这么矮的人。你没礼貌，人家长得很高。对不起，没关系。是这么高的人。是我。对，那就应该是他。到9点08分的时候，我们又去了宁接待的房间。我留了一封信和一个纸条，那封信是我当年没有写完的诀别信。哦，你为什么不进去见到他？他这么想念你。我之所以不去见你，是因为我带着当年那个误会、怨恨啊，所以我不想再见到他，是悄悄的进去。但是我想替我哥问一句，你到底是还爱他，还是已经不知不觉在这2年的跟踪中喜欢上了牛大？他只要这一个答案。所以你心里爱的是谁？你告诉我。我曾经最爱的是宁接待。现在呢，在误会矛盾化开之后，你还爱他吗？我想要我们俩安全，我要借宁接待的手铲除危险。人家是有目标的，不再谈情说爱。对了，儿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在这个老板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个 U 盘，这个可能会对你们有用处。我这还有一个线索，我这个线索是我在神魂颠倒上面我发现了一个骑士后人留下来的一个石碑，然后我就把上面的这个碑文拓印下来了。我听我的父母讲过家族历史，跟一座孤岛有关，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可能有用，给你们。好，谢谢你。我们还要躲，先躲起来了，注意安全，祝你们好运。我们躲起来了，你们注意安全，再见，女儿，加油，保重，拜拜。我们先去把那个 U 盘那个东西打开吧。好嘞。哦，这智能手表不是他手上，哎，手表能记录，这开不了。等一下。智能手表进水，芯片损坏，备份传输错误，是否还原？还原。哦，来了！录音文件已损毁，以下为还原部分语音转文字信息。来，11点半，说话人 C。外面的谁动了风扇？好呛。这里的餐食很好吃，你们5个看上去关系不错。F 那就是那个老板，对吧？哦。F 是老板，对。11点40 ，B 说你的串调味调好了吗 ？A 说差不多了，你的面团揉的怎么样了？快揉好了，就咱俩一直在这里干活。B 说搞定，我也去玩会儿。D 说我先去看他们打牌了。那我自己喝会儿。B 你在对我喷什么 ？B 你为什么用黑皮球砸他呀？同时发生声源混了，然后无法识别说话，这不是个白棉花糖吗？明明是剥了壳的鸡蛋。哦，我觉得说话人 B 是不是白呀？你按照什么来判断这个是谁？说话语气，因为好，很明显。好，必须绝对是我呀！哎，等一下，我这边来信息了。这边来了个信息说，任总啊，二当家给我的药少了2瓶，他说这俩药之前都是你亲自保管的呀，昨晚他才从你房间拿出来，你们靠不靠谱啊？就有人从那偷了药呗。这是一个箱子。药，这个药叫推乱了和推大了。咱先看看推乱了是什么东西啊？主要成分来自于晕倒的特殊菌类，可扰乱大脑神经，使人体感紊乱，随机产生以下2种湿疹症，药效可持续2小时。立体湿疹症会将扁平人像当作立体的人，衣物湿疹症无法辨认具体的人，会将衣物当成对应的人。物体大小认识症，物体颜色湿疹症，物体软硬湿疹症。
哦。吸入后呢，会出现红色印记，24小时后消失。后脖颈会有印记，有哎，你有红色的像蘑菇一样的，都有啊，都有。我杀人的凶器是这个，哎，这是你的。对。我记忆中那个花盆里栽的是绿色的草，可现在是一株红色的草。周物，我的周物。确认我拿的是个坚硬的东西。我应该是大小失认证加平面便利体。他坐在沙发上，我拿东西砸了他，然后把他拖到衣柜里锁上。这里有个这个。因为我太大力，它从窗户掉下去，掉到了天井里。我可能是软硬失认证加平面便利体。推大了是吸入20分钟后会失去吸入前10分钟及吸入后20分钟内的记忆，燃烧使用，稍后会产生粉色物质残留。烧烤摊。我们去看看烧烤摊上有什么东西。哎，有粉色的，这个吧？有啊！通过这个风扇，通过风扇吹到屋里的，这个粉色的。对 ，OK， 那就知道了，来吧。就是谁在阳台上烧烤过？明白了，是这样的，前面那个是几点？第一个时间好呛，11点半。11点半。吸入20分钟后会失去吸入前10分钟及吸入后20分钟内的记忆。30分钟，23点50，这个时间对，是你失去记忆的时间，明白吧？是这个哈。是这个。来的时间是满的。这个刻度是一个格是半个小时。第一张照片是满格的，也就是10点半开始的。等你们都走了之后呢，大概是12点，里边的所有的电闸接口给我关掉了。我们凭空中间消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11点20正好就是我们开始发生分歧的时间。对，那其实逻辑就是他在11点半的时候点燃了这个推大了，第一个人就是 C， 说谁动了风扇好像，也就是 C 可以排了，但是 C 是谁我们不知道。然后 B 说，你在对我喷什么？你为什么用黑皮球砸他呀？哎，不是个白棉花糖吗？明明是个剥了壳的鸡蛋。他说的是黑皮球，他说白棉花糖，这是颜色认知的差异。剥了壳鸡蛋也就是大小的差异。哦，凶手当着我们的面杀的他。对，我不是杀手。你是颜色混乱。我以前花盆里栽的是一个绿色的，出现的是红色的草。门前的小花园，坐在椅子上，我拿花盆中击，然后就给他击了。B， 你为什么用黑皮球砸他呀？就是颜色混乱，所以确定你就是 B。我就是 B 吗？对吧？我就是 B 吗？对吧 ？B， 你为什么用黑皮球砸他呀？不是个白棉花糖吗？明明是剥了壳的鸡蛋。你为什么用黑皮球砸他呀？你是颜色混乱。说鸡蛋的人与其他人不同，可能有大小失认，那可能这个东西是个大的。说棉花糖的人可能有材质失认，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个硬的。那就是白色大的硬的物。大的白的硬的。是盘子吗？这个蛋挞很好吃。你的面团揉的怎么样了？大的白的硬的面团啊？面团能把人砸死吗？哦。哦，燃烧过的面团。哦，那有可能。为什么？你吃过烤馍片吗？烤馍片没有。被烤干了的面团是很硬的，但是它不至于说硬到能砸死人吧？等一下。哦，是这样的。
磁筒可存放低温液氮，液氮就是能够让它急速冷冻。打个比方，这如果是面团的话，冷冻的面团也是硬的。对，把面团急速冷冻之后变成一个大铁球子，大冰球。我觉得 A 有很大的问题，因为 A 在烤串儿，他在外面烧烤，他自己把鼻子护住，我们看不到的。而且他在外面有个好处，他是可以不去吸这个烟。然后 A 进来问，他说你的面团揉的怎么样？只有他关心面团。明白？对，说的对。所以 A 是凶手。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凶手也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是凶手。我想说一个点，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这个凶手一定得能搞到这2份药。对，这个是最重要的。首先，他应该要知道有这2份产品在2025年3月1日生产出来的，他要知道这个线索，搞到这2份药才能进行。不是，这2份药是人为善的。谁说的？你在哪儿找到那个信息啊？人为善的手机啊？没错啊，但前提你想一想，这是后发来的信息，前提是他要杀人为善的时候，这个东西他已经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了。手机给我。哎，看见没？他写了，二当家给我的药少了2瓶啊，这2药之前都是你亲自保管的，昨晚从你的房间拿出来的时候少掉了。哦，是他就是昨晚发现的。有人从人为善的房间里面，他的卧室里面拿掉了这2份药。是的，他在现场看到了，然后就想到了这个计划。哦，是吗？是啊。我知道关键性证据是什么了，一定是我们谁的衣服上有面粉的。衣服都换了，都换了。哎，等一下，还可以排一个。这个同时发生，有人说不是白色棉花糖吗？所以它是分不清材质。那分不清材质的人就可以排掉，对不对？没错。谁分不清材质？我分不清材质。他也是分不清材质。我也分不清材质。他也分不清材质。他也分不清材质。波乐可的鸡蛋是什么？大小，谁分不清大小？我手臂。他也分不清大小。对。OK， 经典2选1。如果说我们2个分不清大小排不掉，为什么你们2个分不清材质就被排掉了？因为我说了话，我说，哎，为什么不是白色棉花糖吗？对啊。So， 你可以排那个说那句话的人不是凶手，但是你没法确定说说那句话的人是你呀。你为什么可以说那句话的人是你呢？哦，你也是分不清材质。这么多人分不清材质呢？不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切入点不在这儿，是在那2包药上面。谁进房间拿到药了，这是凶手会干的事儿，一定是凶手干的事儿。谁去过他房间喽？对啊。你们不都去过了吗？对。那这没法排。先找一找东西吧，来，我们看看宴客厅周围找一找。垃圾桶要看，垃圾桶，快！哎，等一下，这是什么？什么东西？特效伤膏药。我刚刚翻了垃圾桶，明明没有东西啊。这个是垃圾桶里面的功能主治，针对冻伤，涂抹后3分钟即可痊愈，不留任何伤痕。哦，他弄那个面团，他手冻伤了。所以这个东西就代表凶手只要用过这个药，他就知道自己是凶手；如果他没有用过这个药，他就不知道自己是凶手，明白吗？对，因为他知道自己手冻伤了。对，他要用这个药。对。47是作案的，对不对？为什么是47？因为为什么你拿黑皮球砸他呀？明明是个剥壳鸡蛋，都是47说的。所以47动的手。OK。23点50，这个时间是你失去记忆的时间，所以这个凶手47在砸完之后拿着冰块，手上全是冻伤了。我要涂这个药膏，
正好在3分钟之后，也就是50，大家恢复记忆的时候，你看到我的手就是完好无损的。对。不，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现场涂的吧？他包是现场涂的，现场涂，不然他的手受伤就会被我们看见了。是谁？快点吧，直接说出来。谁给你发的信息最可疑？你们5个人都翻了。是这样的，前6个人的推理逻辑说，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这个凶手没吸到毒药，对不对？我觉得 A 有很大的问题，因为 A 在烤串儿，他在外面烧烤，他自己把鼻子护住，我们看不到的，而且他在外面有个好处，他是可以不去吸这个烟。这个凶手没吸到毒药，对不对？所以这个凶手没有失忆。对，我们这个口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3个就是在死者死了之后，我们依然看到死者在这里。10点半我们在一起吃饭，20分钟之后，老板来了，过了30分钟他要回家，他回了家，我们又吃了40分钟，我们就走了，剩下的人走了，但是回头一看，老板还在那。我的和他的是一模一样。我也是和他一模一样。我是看到了人的衣服，把衣服当成了人为善，我才回来杀他。后来黑暗中我披着衣服出门，就没看清衣服，也没再认错。闪电的时候我可能也看不见披在身上的衣服，直到我到河边匆匆忙忙就把衣服扔了。之后这件衣服又被刻认成了人为善。看到他在河里捞东西，穿着他的灰色大衣，然后我下去一下把他打晕了过去。我先是颜色失认，然后衣物失认，所以把河边椅子上的人偶认成了人为善。那就说明我们中了那个人偶症状，也就是叫做衣物失认症，会把衣服认成人。那也就是说，老板死了之后，这个外套留在这儿，我们就觉得，哎，这哥们还在这儿坐着呢，也就说明我们3个中的是同一种症状。所以我们3个绝对不是凶手，因为我们3个已经置换了。对。那如果说你们2个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就说明你们2个没有中这个症状。10点半我去吃的夜宵，20分钟之后那个我老板来了，吃了30分钟，然后你说你不舒服，你就走了。11点20，然后转头一看，那个人为善就不见了。10点25我走以后，他也消失了。对，没错，我们5个又吃了40分钟就一起回去了。我俩一模一样。你们2个没有衣物失认症，没有中这个症状，为什么可疑呢？因为你们看到说这个人离开了这里，也就对应上了23点47，他死亡之后他被脱离了这里，你们对应上的是案发，所以一定是贺跟你里面出一个呀。周物，我的周物，我杀人的凶器是这个。为什么凶手没有失忆啊？因为他吸入了这个毒药之后，他不知道拿什么东西砸他了。但是我在吸入毒药之前，我就知道我要用这个行凶了，那我不就知道那个东西在哪儿了吗？那他被置换了之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类型的置换。对啊。我是凶手，我在吸药之前，我知道我今天要用这个面团砸死他，那我就知道这个面团在这儿，你再揉这个面团就行了。我就算吸入药，把它看成黑皮球，我知道那是面团，拿起来砸它就行了吗？我觉得他刚才他说那个是对的。我为什么还要后面去实行一发跟你们一样的所谓的我已经被置换了，再去假杀他一次呢？检查我们脖子后面的时候都有一个小蘑菇印记嘛，也就证明我们都吸入推乱了。吸入后呢，会出现红色印记，24小时后消失。有，都有啊，都有。随机产生以下2种失认症。你现在觉得是谁？我现在如果去投票，我只能投贺，反正就是您和贺里边一个。就关于关灯这件事情，
既然大家都已经完全所有人都回去全晕过去了的话，为什么您还可以回来关灯？大概是12点，里边的所有的电闸接口被我关掉了。这人发信息过来了，哎，来信息了。任总，我们还有2海里，我们就到晕岛了，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什么啊？哦，我知道了，什么？因为他的那个岛不是倒闭了吗？神魂颠倒，所以他现在要重新做一个岛。晕岛。晕岛。晕岛。所以任为善还在晕岛上做这些恶行。所以我觉得我得去拯救那些人，因为我是很骄傲又很善良的芭蕉扇。没错。我们投完票之后，我随机抽中一个人跟我去做这个善行，我们得去制止这件事情的发生。没问题。OK， 没问题。没问题。OK。那我们就去投票吧。这次的真凶作案动机复仇，利用药物使人致幻，然后自己用重物直接砸死老板。点头的是。我今天的真凶人选，我们推断他其实是没有中这个毒药的，所以最后选择真凶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他的嫌疑是最大的。我觉得作案过程是杀人凶手用了药在宴会厅杀人，我觉得真凶是。本案嫌疑犯一共有5个人，最后把票投给了。和虫虫，我们一起去晕岛上救人吧。没问题。藏在微信里的同场旅行，硬核低价藏不住。接下来进入同场旅行真相揭秘时刻。今天的案件中有5位嫌疑人，分别是白纸画、金商宝、宁接待、贺虫虫以及柯武王。没错。获得票数的玩家有3位，分别是宁接待、贺虫虫以及柯武王。怎么还有人投我？不是吧，哥们儿，谁投的我？我想知道。杀手，如果是你的话，我给你这摁这儿，我们就杀人就给你。绝对不是我，还演，我还演，你这么相信我的演技？其中获得1票的玩家有2位。哦，我跟贺，那还有？为什么是你跟贺啊？肯定是我跟贺，不会，应该是咱俩。不可能是咱俩。有1位玩家获得4票。宁，你不会填票，票啊！获得4票的人就是获得4票的人是宁接待，才4票。宁获得4票，那 X 投的是谁啊 ？X 投宁啊。X 也投宁，那说明凶手不是宁，说明今天好人输了。对呀，一旦出现4票就有鬼。不是，有可能这个就是这些好人玩的都很棒嘛，就给我这个凶手找出来了。你怎么就知道是你呀？不可能，因为我没有投你，我就知道剩下的4个人投他的票绝对不干净。你没有投我，其他4个人投我，我不会投我呀。所以一定有不干净啊，因为凶手和 X 都在里面呀。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凶手啊，所以投你票的人不干净，你就是清白的。哎哦，这原来是这样。所以呢，不用大哭了吗？我不会大哭。我该哭了吧？宁接待，他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
他绝对不是8。他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他不是。吓死了！谁投的您？现在剩下的3个人里面，谁投的您？我投的。不是我。如果他是凶手的话，那我原谅他；如果他不是凶手的话，你是我好兄弟。他绝对不是凶手。他不是，他绝对不是。本次游戏失败，真凶就是。肯定是你。真凶就是。真凶就是贺宠宠。确认，我是 X。你们到底谁是凶手？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联系了我。磁筒可存放低温液氮，把面团急速冷冻之后变成一个大铁球子，大冰球。特效伤膏药。哦，他弄那个面团，他手冻伤了。他知道自己手冻伤了。对，他要用这个药。是谁？谁给你发的信息最可疑？你们5个人都翻了。这个凶手一定得能搞到这2份药。对，这是最重要的。有人从任维善的房间里面，他的卧室里面拿掉了这2份药。是的，他在现场看到了，然后就想到了这个计划。哦，是吗？是啊。那分不清材质的人就可以排掉，对不对？你可以排那个说那句话的人不是凶手，但是你没法确定说说那句话的人是你呀。你为什么可以说那句话的人是你呢？哦，这么多人分不清材质呢？不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切入点不在这儿，是在那2包药上面。谁进房间拿到药了，这是凶手会干的事儿，一定是凶手干的事儿。谁去过他房间喽？对啊，你们不都去过了吗？那这没法排。就是关于关灯这件事情，既然大家都已经完全所有人都回去全晕过去了的话，为什么您还可以回来关灯？投的是您。您在这几个人里面，其实所有人偏向他的嫌疑是最大的。我今天的真凶人选是宁接待，作案动机是为了老婆报仇。这次的真凶宁，作案动机复仇。他的作案动机是为他的父亲报仇。我觉得真凶是贺宠宠。本案嫌疑犯一共有5个人，思来想去也不太能想明白，所以呢，就最后把票投给了柯。希望这一期拿个钥匙蒙一期钥匙，好不好？你投对，只有你一个人投对了，可以，非常无语，无语。所以真凶贺宠宠和 X 芭蕉扇可以获得1个金钥匙。错过的关键性证据就是在贺宠宠房间的蜥蜴箱上面沾有冻伤膏。今天这个是我觉得是有点难的，确实信息量很大。今天就是我们其实输是应该的，对，该差点赢是不应该的。对，这个箱子是怎么回事啊？自己解开一下。这个箱子是解不开的，到现在还不说。这个箱子是我们从那个神魂颠倒上面带出来，是祖先的遗物啊。就是那个牛大还有奇迹，他给了我们这张纸。这个线索是我在神魂颠倒上面我发现了一个石碑，跟一座孤岛有关。说推三娘自1825年1月1日，182-511嘛。那我试试这个，开了。哇，到底藏宝图，藏宝图。我的爷爷奶奶，谢谢你们给我留下财富。哎，这个应该是昨天我们看到那个这个完整版。
昨天我们拆了好多那个一条一条那个是其中一个吧？哦，这是我们家的族的图腾。这是图腾，这是旗子吗？三娘遗训。吾本于家弃女，因孤女之身备受欺凌，只得海上捕鱼栖身。世道艰险，女子尤为受苦，或被家族苛待，或被贩卖换取银钱。吾不忍，更不甘。吾假借海盗恶名，故意传播秘术，以经典永流传为工具，行于风浪间，将被贩卖、被欺凌之女子救回岛上。众人皆传岛上有宝藏无数，所以人为善，误以为岛上真的有新生之处，想以此获得永生。第一个斩，以水为引。以生为号。三声钟声将船点燃。他侵入了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岛民都抓起来关起来，老弱病残就推到海里，年轻的就囚禁，他毁了这儿。实则珍宝就是这些女子。他就是假借祭祀传说可以获得财宝的这个方式，然后让很多可怜之人或者是女子，感觉是给他献祭，其实是在这个契机给他们救走嘛。哇，这就是我的祖先，他一直在帮助女性。这说明三娘是真英雄。对。哎，这里有一个信息哎。哦，有信息。叫做推贤集团信息收集员，他说：“任总啊，那个神秘人买走了我们的富豪客户名单后，截止到目前，名单上40%的富豪都停止与我们交易了。您不是怀疑他是同行吗？我们各渠道都探查了，都没有结果，只探查到他跟一个叫宁灯泡的人有联系过。宁灯泡跟你一个姓哎。哦，我知道了，有一个神秘资助者。”神秘大哥，40小时过去了，我在楼下天井等你们。楼下天井，走吧。到天井看一下。听见啊？好大的雾啊！哎，又起雾了是吧？对。哎，起雾了！好熟悉的眼睛啊！40小时过去了，你们还记得自己是谁吗？我是谁啊？我是刘宇宁啊！你是刘宇宁？没错，我们想起来了。你们这次找到了什么疑点？有什么可疑人物吗？可疑人物就是买走那个%客户名单那个人吧？对，他的幕后股东。他先资助宁灯泡开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实验工厂。后台进账2万，后台进账5万。有人给我们打赏，这个钱就会在这累积嘛。所以我们猜的那个被直播这件事儿应该是真的。对，这是一个直播工厂。他先资助宁灯泡开了一个非常邪恶的网络实验的工厂。对。然后又在这个案件中挖走了人为善40%的客户。没错，他很有钱。那这次你们找到炸弹了没？炸弹，我们要找炸弹了！快找啊！快看看那个棍儿有没有。这个是锁着的。啊，找到了！快拿走！这是蜡烛，这是蜡烛。真是无语。我谢谢你，那是个蜡。
船附近好好找找。这下面这一层有吗？没有啊。我们再绕一绕，看看船底有没有绑什么炸弹什么之类的。我必须要找的。进仔细找，快！这里头我看了没有？看看这后面有没有？这里面。等一下。哦，看到了。在这儿。哇！我们找到炸弹了。给我快解了它！别弄炸了。3/3。3/3是什么意思？3/3应该是这是第3个炸弹了。哦，还有2/3，还有2/3，还有1/3，一共3个。倒计时10分钟已启动。等一下，倒计时了，10分钟。对，快找 ！No！ 快！在这里一共有3个。对，快找！快找！它上面有灯。找到了，找到吗？32，还有一个。还少一个是吧？好，让我想想。刚才找到一个，在哪儿找的？就在麻袋下面。那就很可能在这儿附近了。还有几分钟啊？还有7分钟。我这什么都没啊。不会吧？这个角落找了吗？大概看了一下。快，还有6分钟啊！快！船上都找过了，完全没有。都找过了没有是吧？嗯。侧面来，这样式，我们再排查一遍好不好？我们就绕这个船找。行。我从这边往那边顺着排，咱俩对着走。好，我从这边。好，那我看船上。我这什么都没啊。我也是啊，没有。2分钟。完蛋了，我们要被炸死了，怎么办？没关系。巴和赫会替我们好好活下去的。对，让他们替我们活下去就好了。2分钟我们还挣扎什么？我们给家里打个电话吧。我们给巴和赫录一个告别视频吧。白宇，你应该吹那个电影口哨。哼。9、8、7，我们快抱在一起吧，抱在一起吧，家人们，抱在一起。今日海盗公馆发生一起爆炸，与此同时，开往晕岛的船只也发生了爆炸。2起爆炸发生的原因均不明确，有关部门正持续跟踪调查中。今天的这个死者是人伪善，那这个人其实他打着这个善良的名义，
开着这些公司，然后实际上背后他操纵了一个非常庞大、非法、穷凶极恶的一个利益集团，非常残忍的把很多年轻无辜的女性变成生育的机器。经检查无记过往病史，无不良嗜好，基因优异，可以生育。以为人为善生产良，并且还去专门治疗出来一个系统去评测他们的基因良好与否，是一件非常病态、非常变态、非常极其恶劣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么庞大的一个实验能持续这么久呢？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发现？其实如果在这20年间的时间里能有更多的知情者，如果他能站出来发声，或许认为善的恶行就更早的被终结了嘛。所以在这儿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人受到欺负，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你要在确保自身安全且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你能够有勇气站出来发声。故事当中的人体实验其实是违背了人权和践踏了人的尊严。我们绝对不允许科技进步凌驾于人权之上，一切实验都应该在法律条框下进行，不要把车抬向法律条框之外。但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人替女性制造年龄焦虑。希望各位女性在遇到任何让自己感到不舒服的情形时，能勇敢地说不。这样的悲剧不止于在剧情里面，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类似于女性和儿童遭受迫害的情况也有。愿所有的女性都可以真正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安全幸福地长大。我挺享受每个阶段的自己的，可能当时我很痛苦，这段时间非常痛苦，但是当这段时间过去之后，你再回头去看，你觉得那啥也不是。所以抱着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你每一个阶段的这些痛苦和不好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难过。看到他这样一种行为，最有可能构成的几个罪就是，首先他会把这个人抓起来，那么抓起来我们就叫非法拘禁。那么非法拘禁的过程中，如果他过失的导致了这个人的重伤或者死亡的话，那么我们认为你是故意的这个杀人，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行为呢，我们对他会有一种加重的处罚。我们现在设立了很多紧急的求助的通道，包括维权的电话包括一些这个避难场所，我们为这个妇女儿童都有这样一些特殊的渠道。那么我觉得他们首先自身要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然后在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要积极主动的去求助。如果是在公共场所的话呢，要勇于去大声的呼救，然后保护自己。我们要想减少这些不良现象的出现的话，我们的教育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改变他们的思维。你并不认为说你一定要家里有一个男孩，你一定要所谓的传宗接代。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没有这种思想了，你也就很多的买卖就不发生了。崔白银系公司在整个娱乐圈跺一跺脚就能撼动行业生态的地步。我亲切的邀请各位能够加入我们魔鬼训练营。12点半的时候，我们准时不见不散。导演小心哦，千万不要死掉哦。导演注意安全哦。导演走好。他们都在劝我注意安全是什么意思？死人了，推倒死了。崔百亿魔鬼训练营。我清楚了这些鬼的身份。汤鬼就是我们在画皮鬼啊，是赫赫有名。内鬼，夺命鬼，太子的朋友。小杀手，谁是小杀手？崔百亿都有我们的把柄。为什么叫魔鬼训练营呢？末日时刻，把他当作精神病一样囚禁起来。有人信了，有人哭了，有人疯了。我的天哪，惨绝人寰！他到底是化的妆还是真的受了伤？凭机的还在演。快走，快走！快走吧！Let me be your sunshine。你说为什么你是画皮鬼？帅啊！萨瓦迪哈，屁橙。我们这个很标准的。我叫他哥哥，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吗？听爸爸的话。你的真心我找不到。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我是本案的真凶贺宠宠。我溜出宴会厅，来到任为善的房间，拿走了一瓶推乱了和一瓶推大了。最后我将用完的药也扔到了河里。做完这一切后，我和大家一起失忆了。
这么自愿吗？他必须的，只有他勇敢。这位叫做科武王，专业对口，这都是小活，随便来。向后转。这个鱿鱼好好吃啊！我的那个记忆中 ，Sorry。SVIP 每周4、周5 12点更新 ，VIP 用户晚19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3推事解锁中提前解锁角色，每周5开推吧 X 揭秘幕后真相，每周6花絮定时掉落，每周日推事万事屋看推事日常，每周1、周2预告掉落，跟鹤立摸金与推理团一起推事件。本节目由玩转你我他，让我们乐在一起的可口可乐分享屏赞助播出。又开始念问号，开始推理吧，一起推图不脱，来真与假是能魔化。龙武器，动作一，推至笼罩迷距离，之后灭，画中影，王者再度睁眼睛。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开推观后感。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3，和知乎答主热聊精彩内容。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话筒给你，大胆开麦，关注文娱 Talk， 解锁更多文娱内容。看新闻用 Za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欢迎打开网易新闻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内容。本节目感谢中华万年历西窗竹一时和密室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搜开推3预约领券，特惠开会员更可解锁超前彩蛋。搜开推3特惠开会员，抢先开推，更可解锁精品花絮。酱来了，腾讯视频会员新品，年轻人的专属。